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邵峰。中国最近真的乱套了，国台办自己翻墙开脸书，地下教会被连夜抓人，古城一个个倒光，连广交会都冷清成冰，整个系统都在崩。这不是几条独立新闻，而是一条条裂缝，正把这个国家从里到外撕开。你看这几件事放在一起多荒唐，老百姓翻墙是犯罪，结果国台办官宣自己开脸书粉专，教会牧师在家讲道，被公安半夜破门拖走，文旅公司一个接一个破产，而广交会现场展商坐着滑手机，外商稀稀落落，整个会场冷得能打羽毛球。北京还在喊稳中求进，可下面的现实是没人敢花钱，没人敢说话，也没人敢信。这周发生的这几件事看起来不相关，但其实是同一个信号。中共整个体系正在卡死在自己设下的陷阱里，封网却自己翻墙，谈信仰自由却抓牧师，说经济复苏却到处倒闭，喊外贸强劲，结果广交会变孤独市集。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哪里出错，而是整个系统都错了。接下来我带你看4件事：国台办的双标翻墙秀，地下教会的连夜抓捕，文旅泡沫的集体倒塌，还有广交会那场冷到结冰的现实。这就是2025年的中国，看起来还在稳，实际上正在自由落体。你知道吗？中国大陆的网络被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封得死死的，结果现在中共国台办自己翻墙跑出去开脸书账号了，这回不是爆料，是他们自己宣布的。10月22号，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超正式官宣说，为了加强对台宣传，国台办特地跑去开了一个脸书粉专，账号名叫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。他的第一篇贴文在10月21号发出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善意交流吗？不好意思，现场直接翻车。大家都知道吗？中国老百姓连脸书、IG、X 平台、油管、谷歌等等全都不能上，要用 VPN 翻墙还可能犯法。结果现在当局自己翻墙了，这个操作让网友们炸锅了。台湾100万 YouTuber 波特王第一时间就留言开呛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这句一出，笑翻一票人。底下留言更精彩了，有人说，现在是政府带头犯法了吗？还有人说，双标仔现行。有的发问，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翻墙了吗？不能的话，共产党是在演双标吗？有人直接嘲讽说，造谣之源，一起检举他。可不可以去检举到让他下架？还有的人更是直接开怼国台办，写道，支持一个中华民国，一个共匪各自表述。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中共是独裁专政的政府，我们绝对不会赞成两岸统一，别做梦了。这还没完，网友还直接把另一个敏感话题也带进来，那就是9月离奇坠楼身亡的中国男星于朦胧。有人直接留言说，于朦胧尸骨未寒，快给个公道。于朦胧呢？查到哪里了？不过到了下午2点多，这些网友的留言就一一消失了。原本200多则留言，突然只剩下50多条，而且几乎都是歌功颂德的，看起来审查机器还在跑。这场国台办翻墙开脸书的戏码，一出台就变成了大型双标翻车现场。你说说看，一边封锁国内的人民自由上网，一边自己带头翻墙出来做外宣，这逻辑也真没谁了。国台办只是在上演自打嘴巴的乌龙剧吗？不是，
事实上，中共正在加速收紧对所有不在控制范围内的言论和信仰的控制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最近席卷中国多地的地下教会大抓捕事件，它已经引爆了全球抗议潮。最近在中国，一场对地下教会的大规模抓捕行动正在悄悄展开。被抓的人有的是牧师，有的是年长的教会长老，有的甚至是患有心脏病的信徒。而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家属没收到任何通知书，人就这样被消失了。事情要从这个月中说起。中共近年来高喊宗教中国化，实质上就是不让信仰自由地在中共教义之外发展，要照着官方那一套走。结果呢，10月中旬开始，北京、上海、河南等多地突然爆出地下教会被突袭抓人的消息。光是西安教会这一个宗派就至少有30人被捕，这是人权观察统计出来的数据。其中牧师金明日在他广西北海的家里被逮捕，接着是西安教会上海牧区的长老汪忠，10月17号那天被公安直接带走，从此人间蒸发。他家人焦急不堪，找律师打电话跑看守所，结果对方冷冷地回一句，系统里查无此人。人都被带走了，却搪塞查不到。后来几经交涉，才知道汪忠被转移到广西北海，而且他有心脏病，被关后连药都吃不上，有生命危险。家属要求至少让他吃药，当局却根本不理。更离谱的是，其他22位被抓的人，他们的家属至今一张拘留通知书都没收到。其中一位受害者叫孙学，他的太太石玲公开写信说，10月12号晚上有人说要做人口普查，他觉得奇怪，没开门。结果几个小时后的凌晨，警察直接破门而入，把孙学铐上手铐带走了。石玲说，直到10月15号打电话去问，才知道孙学人已经被收押了。整个过程完全违反法定程序，也完全没给家属任何说明。而且这波非法抓捕不是只对西安教，媒体还爆出辽宁沈阳警方抓捕了6名塞尔特团契的成员，罪名是所谓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。安徽阜阳麦种归正教会3位牧师和长老因没做登记，被以非法聚会的名义移送检察院。中共当局对中国地下教会的大抓捕引发了海外华人群体的怒火。在美国洛杉矶，几十位华人聚集在中领馆前举牌抗议。在荷兰，也有不少华人走上街头，向中共喊话，释放被捕者，停止宗教迫害。在中国，你传福音、开圣经班就是非法聚会，教会没加入官方系统就被叫做所谓的邪教。中共现在不只是限制信仰自由，更是把信仰当作犯罪。如果你是家属，人在看守所，药吃不上，音讯全无，你会不会也走上街头抗议？在中共治下的中国，能保有信仰自由的存在吗？中共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文旅复兴，但很快这个泡沫也破了。我们来看看2025年最难做的行业之一，旅游业，在中国正在大批倒闭。最近，青海旅投一个省级国资背景，喊出3年100亿、5年上市豪言的文旅平台，不但自己破产，还一口气带倒了13家子公司一起清算。青海旅投可不是什么小公司，它背后是国企撑腰，结果 4.8 亿元的注册资本都烧光了。荒不荒唐你自己听，2000多万砸在根本没产权的营地上，收购一家快倒的公司，还倒贴3000万，高层团灭，
项目像丢沙包一样接手转来转去，最后没人管。不止青海崩了，其他地方也惨兮兮。张家界、桂林、西安、大连、西藏等等，一个比一个难撑。44家文旅上市公司中，25家营收负增长，超过一半在亏。连带的航空公司也跟着躺枪，南航亏损近亿，东航亏近10亿，国航更惨，亏了20亿。你可能想问，不是说旅游复苏了吗？人不都出来玩了吗？对呀，根据官方的数据，今年第一季国内旅游人数接近18亿人次，比去年多了 3.75 亿，消费总额也涨了近 19%， 达到 1.8 万亿元。那钱到底去哪了？为什么文旅公司还是活不下去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中国的很多古城古镇文旅项目根本就是讲文旅的壳，做基建的活。以大庸古城为例，试运营3年半已经亏了 5.47 亿。什么原因？折旧、摊销、税费加起来比赚钱还快。而且更让人无语的是，游客根本不想再来这些复制粘贴、千篇一律的古镇了。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，超过50%的游客觉得古镇长得都差不多，近40%更是直接说非常相似。说穿了就是哪里都在卖一样的手串、烤肠、青砖绿瓦、瓦舍勾栏，再怎么拍照打卡也改变不了这些古镇就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商业街。这种古镇从头到尾不是为了文化，不是为了游客，是为了项目落地、资金流转、搞政绩、圈地搞基建。甚至有业内媒体直言，文旅项目是拿来借壳圈钱的。2025年的文旅倒闭潮不是旅游业的末日，而是虚假繁荣的终结。倒下的是那些浮夸、复制、投机的项目，留下的才是真正值得走一遭、住一晚、细细感受的地方。旅游救不了中国经济，那出口呢？你还记得广交会吗？那个曾经象征中国外贸强势崛起的展会。今年第138届广交会现场曝光，惨，真的惨，连人都快看不见了。开展第一天，有参展商拍影片说，我们这个摊位啊，通到位，按理说人气要旺，但你看空荡荡，冷清得很。整个会场像进入了冬眠模式，摊位没人问，外商没人引，展商们坐着刷手机唠嗑。有人直接形容，这不叫展会，这叫自己看自己的孤独市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老问题加新政策，造成双重打击。先说参展政策，这一届史上最严，你想要参展证，不好意思，先交3个月社保，员工也要至少缴1个月，翻译要有证照或专业文凭，还限定1个外国人只能绑定1名助理，所有证件费用加起来就要350元，结果还不一定进得去，简直就是用政策再把展商往外推。其次再说参展成本，一位来自南昌的参展者直接算给大家听，3个展位费用 7.74 万，特装装修费2万，8人往返车费加交通加住宿加吃饭合计约9万，全部加起来差不多18万。但问题是，展场里没人，根本接不到单，这钱花得值吗？问完自己都想哭。然后还有个大杀器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11月1号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%关税，一把剪刀卖10元，进美国得缴15元的税，怎么卖？一位做滑板鞋的出口商苦笑说，这等于毁灭，欧美不买，我们去哪卖？其他市场撑不起来呀。更讽刺的是，
官方还在搞大内宣，今年展位总数超过7万个，有超过 3.2 万家企业参展，预计登记的采购商24万人。听起来很热闹，实际呢，展场比菜市场还冷，客户不是没来，是欧美商全跑光了。来的都是谁呢？一带一路的独联体国家印度和中东。说白了，带钱来下单的主顾没了，剩下的是打探行情、找代工的内部竞争者。这种内卷程度简直成了内销大会加抖音直播主聚会。还有实体店的惨况也跟着上演，深圳、南山、华南城、西安、郑州一间接一间在倒闭，有人拍到整条街的店面全空租，感叹说，这可是当年炒到40-50万一平的黄金店铺啊，现在连老鼠都不住。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现在中国外贸还有希望吗？广交会这种全国级展会都变成了内销展，那未来的中小企业该怎么办？当内循环变成空话，外市场又被关税堵住，这场中国制造的考验恐怕才刚开始。一场广交会看出中国外贸的退潮，但回到根本问题，这一切都只是表象，真正难解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已经卡住了。就在这一周，北京举行了中共4中全会，高官们齐聚审议第15个5年计划，也就是未来5年的路线图。但这张图要怎么画得出来，难度非常高，因为中国经济正面临3个核心的结构性危机。第一个危机就是消费低迷。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靠的是什么？简单2句话就是拼出口、砸基建。这2招以前很灵，造出奇迹般的经济增长，但现在老路走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地方政府负债爆炸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养老金、社保不健全，大家不敢花钱，很多人觉得未来不确定，干脆缩手不花。就连中共自己公布的 GDP 数据都显示消费力疲软明显，而澳新银行的分析师更直接说，这是结构性加周期性的双重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短期景气差，而是体制变差了。第二个危机是贸易紧张。这几年中美贸易战打得不休不止，美国开始搞制裁，搞科技脱钩，欧洲也开始对中国出口设限。中共怎么应对？一边把货改卖到东南亚，一边在稀土战略资源上做文章，对外实施出口限制，以此作为谈判筹码。但这种做法现在也让欧盟27国都紧张起来，开始跟中共谈稀土供应危机。外贸环境说穿了就是一句话，以前是全球抢中国的货，现在是全球防中国的产能。而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惠誉集团点到了实处，短期内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影响力还在，但全世界都在努力去中国化。第3个大危机就是产能过剩，这才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沉重的包袱。你去看看全球市场，从太阳能板、电动车到纺织品，中国产品大量倾销全球，价格压得非常低。这不是因为生产力高，而是因为中国内需不行，只能硬出口。尤其是房地产挂掉之后，中国国内对钢铁、水泥、玻璃的需求大幅下降，整个制造链没处消化，只能靠出口过剩产能，变相输出内部压力。野村证券直接点破说，中国现在的增长模式是靠制造业硬撑起来的代用品，但这会带来产能失控的副作用，而这种过剩不只伤到别人，也会反噬自己。
那么接下来法新社分析说，中共的“15+5”规划预计会把重点放在几个方向：补社保缺口、改善收入分配、整顿房地产市场，试图带动国内消费。这可能是合理的解方，但我们看说的容易，做很难，尤其在中国人口老化、青年失业、国际孤立的多重压力下，这些实质的改革，中国政权能不能落实是问号。习近平能怎么解？这3道经济大题已经不能靠喊口号、放数据解决了。没人花钱，就算 GDP 再好看，也是假繁荣。外贸碰壁，还硬要科技自立，很容易孤立自己。产能过剩不处理，世界迟早会用关税围剿你。如果这次中共的5年规划还是走稳中求进、加强引导这种模糊话术，那么未来5年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继续滑坡的另一个起点。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走向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